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往下学，请大家把广论翻到357页，倒数第3行。准备好了吧？请跟我一起看原文。先求持心所缘处时，先当求一画像或住相等及其善妙大师之相，数数观视，直取其相，现为心境而令熟悉。或由尊长善为小喻，思所闻义，令现意中，求为所缘一处。又所缘处非是现为画柱等相，要学现为真佛形象。要观修佛像的时候呢，那要做什么准备呢？就是事先要先寻求直持内心之处所缘一处的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你修定的时候，你要缘所缘的时候，要学佛像，要寻找极为善妙的导师世尊的画像或者柱像，比如铜铸的等等，或者说金子的等等。找到之后要做什么呢？注意，反复观看，反复观看，看了之后要记住形象。反复观看，看了之后要记住形象，然后在心境中现起就这样现起，而且呢还是要反复串习，这是一种。或者呢，聆听师长善为介绍，思维师长开示的内涵，然后在心境中的现起，要寻求呢这样的所缘一处。我们在观修的时候，所缘一处不应该呈现为画像或者柱像相等的那个形象，要学习呢把它现起为真正的佛陀的形象。大家觉得难不难啊？就是一步一步练就不会难，所以这个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就要仔细观察，观察之后把它记住，然后呢现起来，要常常串习。好，再接着看，往下看。有说志向于前，称是而修，智君论师破智甚善，以三摩地非于根识而修，要于意识而修，故三摩地亲所缘境，即是意识直接境。须于意境摄持心故，即如前说，未须源于所现实所缘境意共相或影像故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接下来宗大师列举了一种修法，对不对？有人呢就把佛像放在前面，然后开始就是睁大眼睛，然后修定，说把身像放在面前，睁眼注视而修定。然后这种修法对不对呢？这种修法被智君论师所破斥。破斥了之后呢，宗大师就说智君论师破斥是极为善妙，就是说破得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三摩地不是这样修的，三摩地不是在根识中修持。那换句话说，不是用眼识等根识来修定，那是用什么修定呢？而是在意识中修定。因此呢，三摩地的直接的所缘是意识的直接境，是必须在意识的直接境之上直持内心，而且
如同前面所说的，提到必须沿着所现起的真正的对境的意共相或者影像的缘故。在这里边就要讨论，有的人就说，哎呀，我非常非常的散乱，我很难专注。那么就算是极度散乱的人，也要这样缘取。开始要准备，我们开始的准备阶段是用眼睛看着佛像，就是一直观察对选取的佛像呢要熟悉，然后熟悉久了之后呢就记住，记住了之后数数串习时，它就能够现起这个影像，现起一共相，所以呢就可以用意识修了。就是你看了之后，记住了之后，能够意念起来，就不能自始至终都用眼睛看着佛像这样修定，这是不可以的，这是被智经论师破斥的，也宗大师不许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前面宗大师说的，先当求于画像或柱像等及其善妙大师之相，数数观视，只取其相，现为心境而令熟悉，或由尊长善为小喻，思所闻意，另现一中，求为所缘一处。那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看原文。身份有粗细二分，于处说，须先缘取粗分，待比坚固，次缘细分，且体验中亦极易现粗分，故应先从粗相为所缘处。那么我们在观想佛像的时候呢，身相的各个部分呢，它是有粗细，它被分为粗细两个部分。然后说其他的地方也有提到，这里边的余处呢，岳格西解释说，此处是依照显教的论点来解释的，所以余处呢，实际上是指密法。在密法中提到呢，最初必须是沿着粗显的部分，等到沿着粗显的部分坚固之后呢，就再缘取细分，而且经验当中呢，也是粗显的部分呢比较容易现起，所以必须从身相的粗略的这个部分呢开始作为所缘一处。这一段有没有听清楚？就是观佛像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就是说先观一个小的，就是很精致的那个点，要观一个粗略的这样的为所缘一处。接着再往下看下面会继续讲，说尤为要者，有没有找到行？尤为要者，为如下说，乃至未得如预定时，一切种中不可多牵异类所缘，修三摩地。以若更换众多异类所缘，修三摩地，反成修止重大障碍，故于修定堪资定量之，于伽师地论及三篇修次等，皆就初修定时唯一异所缘而说修习，未说千变众多所缘。那么这一段是在讲什么？说在我们修定的时候，就是讲到了很多人的毛病啊。就在修定的时候，尤其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如同下面所说的，在还没有修成想要的定之前，注意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更换众多不同类的所缘而修三摩地。就说这个关不起来再换一个，那个关不起来再换一个，这不允许的，不可以更换众多不同类的所缘修三摩地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为什么还没有得定之前不能更换众多不同类的所缘呢？因为如果更换众多不同类的所缘而修三摩地的话，会成为修成寂止的重大障碍。因此呢，于伽师地论还有修次三篇等
这些堪为定量、足以作为标准的修订的教典，都是基于最初修订的时候只限定一个所缘的前提下而阐述修订的，没有说允许换，可以更换众多所缘。这一点呢，对我们修订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一点呢，就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在用功的时候，比如说呢，我们就会发现说，我最开始选的我是要圆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就选一尊观世音的菩萨像开始修一段时间，过一段时间又觉得说，那尊释迦佛像好庄严啊，然后我要开始观修释迦佛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又觉得，文殊菩萨，哇，我太有信心了，所以又变成文殊菩萨，这是不允许的。在没有修订之前是不能换这么多所缘，这就要求我们呢，当我们在开始修订之前，我们的准备要非常的慎重，就是说你缘取什么样一个佛像选定了之后就不能换，到你修成定者不能换，这一点呢是有清净的教典依据，是要照着修才能够得定，否则随着自己的就是说喜好，或者今天又喜欢这个，明天又喜欢那个，然后随着自己这样的心的话，会成为修订的极大的障碍。有听清吧？会不会有点为难到我们呢？即使呢有点难处，也要呢依着教典的指示来修，这样才能修订成功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接着再学一段。请看原文。圣勇论师于修净律时亦明显云：专顾一所缘，坚稳其意志；若转多所缘，亦为烦恼扰。圣勇论师熟悉吧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位祖师，也就是马明菩萨。马明菩萨的另一个尊称呢，就是圣勇。那么为什么会有圣勇这个尊称呢？据说是因为出生的时候有种种瑞相，所以被尊称为圣勇。然后小时候又聪慧明利，然后一切名处呢过目不忘，而且呢还过目通晓，所以又被称为慧光。然后不仅仅聪慧明利，而且读诵的声音也极为悦耳，所以还有一个名字是马明。这个好像还有另一种说法，以后大家再学。因为他非常的恭敬承事父母，所以又称为敬父敬母，尊敬的敬。这个圣勇论师呢，他在修持净律的章节中也明确的说过，就是以稳固于一个所缘的方式，令心意坚固。如果辗转历经众多的所缘的话，会导致内心为烦恼所扰乱。所以呢，观察一下我们在修订之前的习惯呢，就是心常常散乱于各种所缘，它是不会在一个所缘上定很久，然后就赶快就换了。所以不能始终如一的坚定其心。而修订呢，就是要把这样一颗心呢，注意定在一个善所缘上。所以这对我们原来的习惯来说呢，是个逆向操作，对不对？也是要建立一个新习惯。所以建立一个新习惯呢，就要几经挫折，几经磨砺，然后几经辗转，或者说内心的一会儿高低这样的一个用功的过程。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呢，一定要坚持，然后不能心情不好了就换了，或者就不修了，一定要坚持，不能一步是岸，然后忠诚于自己确定的目标。尤其是呢，缘着佛像，如果能够坚持下来的话，大家想一想，绝对是此生一大幸事吧。不仅仅是关乎到此生还有未来所以圣有论师告诉我们，修订的时候必须要专一所缘，
不能随意的更换所缘，观修一下，观修不起来，然后就再换一个，其实一定不能这样。所以呢，再说一遍，这就要求我们在抉择修订的所缘的时候要非常的殷重，选好了，就是这尊佛像，然后是观世音菩萨，还是释迦佛，还是文殊菩萨，还是度母，确定好，然后专一坚持下去。在没有修成定之前，不可以随便的更换，这一点呢，尤其的重要。大家听清楚了吗？然后要记住，一定要记住。好，今天就上到这里，下次见。